MV75是谁？最近某军事社区连发2篇报告，军事观察员对这款战机评价极高。火力军身边的朋友甚至说，这款飞机一旦服役，其战略意义甚至要超越 F-47和 B-21。这款定位取代 UH-60黑鹰的飞机有这么强吗？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 UH-60黑鹰直升机是美军不可替代的空中图腾。但今天五角大楼却在一份绝密报告中承认，在未来可能爆发的高烈度冲突中，飞得太慢的黑鹰一旦升空，只能是敌方防空火力网下任人宰割的活靶子。为了挽救这种绝望的战术劣势，美军直接砸下 1.5 万亿美金的天文数字，复活了一个带着诅咒色彩的名字 MV75 夏言。它究竟是五角大楼病急乱投医的昂贵玩具，还是真正能和 B-21并驾齐驱的规则改变者？要理解 MV75 夏言，我们必须先搞清楚直升机的一个死穴。传统直升机无论引擎多强，它的速度上限都被旋翼的物理特性锁死了。当直升机飞得太快，一侧旋翼由于后退气流会导致升力流失，另一侧则会因为接近因素产生激波。这就是为什么黑鹰飞到每小时300公里就到了极限了。MV75 的设计逻辑则完全不同，它是一架轻转旋翼机，在起飞时，它巨大的发动机舱垂直向上，像直升机一样在任何空地拔地而起。而一旦进入平飞阶段，这2个巨大的发动机舱会向前旋转90度。这时候，它不再是一架直升机，而是一架拥有2台巨型螺旋桨的固定翼运输机。这种设计让 M75 的巡航速度直接突破了每小时520公里。当黑鹰还在慢悠悠地飞越海岸线时，夏言已经飞出了将近2倍的距离。这种速度的跃升，在未来的战场上意味着反应时间的减半。但速度只是表象，真正的变量是航程。在战场上，传统的野战加油点一旦建立，几分钟内就会被对手铺天盖地的远程高超音速导弹瞬间抹平。黑鹰那可怜的300公里时速和短腿航程，意味着特种部队一旦深入敌后，就等于被判了死刑。而 MV75 高达520公里的时速和近1000公里的作战半径，正是为了在这张密不透风的死亡火力网中撕开一道足够让顶尖战力介入战场的缝隙。特别是对于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也就是黑夜潜行者来说，他们装备的 MV75A 夏言的特种版本拥有更冷酷的配置。在最新流出的消息和概念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MV75 涂装了一种新型的深灰色锡箔材料，这种材料能吸收特定频段的雷达波，配合它那线条锋利、尽量减少直角反射的车体设计，使其低空隐蔽性远超前辈。更值得注意的是它鼻翼下方那根标志性的受油管，配合它可以折射红外信号的排气口设计，这架飞机能在深夜利用 KC-135 或 KC-130J 进行空中加油，实现全球一站式投送。它长得确实很像 V22， 但这不仅仅是把鱼鹰盖得更小更快。MV75 解决了一个 V22 长期以来被诟病的痛点。V22 在降落时，发动机舱是整体转动的，这导致舱门视野被挡住，且下洗气流极度危险。而 MV75 采用了转轴不转舱的技术方案，只有螺旋桨和转轴在动，发动机舱体依然固定。这不仅减轻了机械结构的复杂度和重量，更让它在降落时侧门的舱口能够保持清空。特种兵可以像在黑鹰上一样，直接挂在外部座椅上，落地即战斗。然而，正当外界都在惊叹于它的速度和航程时，美军内部流出了一份关于医疗后送任务的评估报告。美军明确表示，不会再为了这款新飞机去研制专门的医疗版。但是，夏言具备医疗版，这种话看似矛盾。上午还在前线拉着突击队杀敌的武装战机，怎么可能在一瞬间变成拯救生命的手术室？但事实就是如此。这背后的乐高式逻辑，才是美军在 1.5 万亿军费的支撑下真正想玩的变革。我们要把目光从它的机翼外壳移开，投向它那个并不宽敞的货舱内部，在这里隐藏着美军的一个重大转折。在长达半个世纪的传统认知里，救护直升机和运输直升机是2个完全不同的物种。如果在战场上受了伤，士兵们最期待看到的是涂着红十字标识、内部塞满了担架、呼吸机和助产仪的 HH-60 普鲁鹰。这些飞机是专为拯救生命而生的。他们在出场的那一刻，所有的线缆铺设和空间布局就已经固化。这种术业有专攻的做法在低烈度战争中表现出色。但随着美军将战场设定为高强度对抗，五角大楼发现了一个致命的短板。如果负责救人的 HH-60 在第一轮打击中受损，或者前线伤员数量超标，普通的运输版直升机由于缺乏内置的电源接口和氧气供应系统，很难在短时间内接手医疗任务。在分秒必争的黄金1小时内，这种装备之间的门槛往往就是生与死的界限。针对这个痛点， MV75 夏言彻底摒弃了专用型号的思路。美军在最新公布的简报中明确提出，不会研发专门的医疗版 HH-75，取而代之的是一套任务套件系统。
简单来说，每一架下线的 MV75在骨子里都是完全一样的。无论是负责拉着海豹突击队渗透的突击型，还是负责运送物资的后勤型，他们的货舱地板上都预留了标准化的接口和导轨。当任务性质需要改变时，地勤人员不需要动用焊枪或者大规模改装，只需要推入一组像托盘一样的模块化套件。这套医疗套件不仅是几张担架那么简单，它是一个高度集成的生命维持系统，包含了自动化的生命体征监控仪、移动式血液透析设备，以及直接连接战机航电系统的卫星通讯终端。这意味着后方的医生可以通过飞机的高宽带数据链，在数千公里外实时观察伤员的手术指征，并指导机上的医疗兵进行紧急处理。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前线某高地遭受重创，伤亡惨重。如果是在过去，指挥官只能绝望地等待几百公里外即被雷达锁定的红十字专机缓慢飞来。但在 MV75 的体系下，前线指挥官可以直接命令一架刚刚卸下弹药的 MV75，在20分钟内推入生命维持模块。紧接着，这架没有任何红十字标识、涂满深灰色锡箔材料的幽灵，会利用地形掩护，以近乎固定翼的恐怖速度超低空狂飙，在敌方雷达毫无察觉的暗影中，把处于濒死边缘的士兵直接拉回后方的卫星连线手术台。这种设计带来的第一个改变是后勤成本的暴跌。在以前，美军需要维护2种截然不同的备件体系，而现在只需要管理1种机型和几何插件。当一架执行运输任务的 MV75 卸下弹药箱，只要花几十分钟装上医疗套件，它瞬间就从一架卸货车变成了空中 ICU。这种周转效率的提升，正是1.5万亿军费想要买回来的容错率。更深层的战术价值在于它让对手无法判定你的意图。此外，这种模块化设计解决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在高烈度冲突中，救护机由于其特殊的标识，往往会成为对手优先打击的高价值目标。而 MV75 可以根据威胁等级选择不涂装任何明显标识，利用其自带的红外遮蔽系统和锡箔材料，在暗影中完成伤员的提取。这种转变标志着美军正式告别了那种追求单一兵种完美的路线。他们开始意识到，未来的战场是混乱且不可预测的。一架能打仗、能拉货又能救人的多面手，远比几架只能待在恒温机库里的特种机型更有意义。MV75 这种即插即用的架构，其实是把战场的指挥权从昂贵的工厂设备部交回到了前线指挥官的手里。然而，模块化带来的灵活性，只是为了应付战场的突发状况。MV75 带来的战略上的转变，是在张波光粼粼的海图上。我们把视线拉回更广阔的维度，美军的战略棋盘极大，覆盖7大洲、4大洋，全球部署没有死角。MV75 当这种巡航速度翻倍、作战半径近1000公里的平台，大批量部署美军的各个海外军事基地的时候，它所改变的不仅仅是美军的运输效率。目前，美军在全球范围内的兵力投送正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瓶颈。无论是在非洲的萨赫勒地区，还是在中东的广袤沙漠，亦或是欧洲的边境线，美军陷入了一种速度与距离的结构性困境。长期以来，美军依靠庞大的海外基地网来维持全球稳定和霸主地位，但这个体系现在正变得越来越脆弱。首先是基地的生存能力。随着远程精确打击武器的普及，大型固定的空军基地在对手眼中已经变成了坐标清晰的活靶子。美军如果想在未来冲突中生存，就必须把部队分散到更隐蔽、更简陋的小型据点。但问题随之而来，一旦分散，传统的黑鹰直升机由于飞得慢、跑不远，无法在这些孤立的据点之间提供有效的相互支援。然后是反应速度的滞后。在治安战时代，美军习惯了慢节奏的调动，但在2026年的高压力环境下，很多突发状况要求部队在2小时内跨越上千公里。传统的做法是动用C-17运输机，但这需要长跑道且目标太大，极其容易暴露作战意图。MV75下沿的出现，恰好就是为了解开这2道枷锁。当这种巡航速度超过500公里的飞行器部署到美军全球各个节点时，它所产生的巨变就是美军基地群的网格化。以前，美军在一些地区的基地是孤立的点，点与点之间只能通过地勤或者中大型运输机连接。而问题在于，一旦美军假想中的混战开打，每个海外基地遭受袭击，距离较近的据点应当是最快响应的。但运输机太大，目标明显且降落受限，直升机航程又不够，这就成立 MV75 最具价值的点。近1000公里的作战半径，直接把这些点连成了面。即便某个核心基地遭遇导弹袭击瘫痪，美军部署在周边几百公里外的任何一片草地，都能在短短1-2小时内通过 MV75 迅速集结。这种分散部署让对手的远程打击变得极其低效。你很难用昂贵的导弹去瞄准一个随时正在改变坐标且反应极快的机动网络。在非洲和中东，这种加持表现得更为直观。在这些基础设施落后的地区，美军经常需要执行紧急撤侨或突发反恐任务。以前，如果几百公里外的哨所被围困，美军可能需要等待1整天才能协调出重型运输机。而现在，
驻扎在吉布提或卡塔尔的 MV75 可以在午餐时间接收到指令，并在晚饭前把伤员和重要人员撤回。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前面提到 MV75 没有专门的救护板，只有通用的任务模块。在美军部署在全球的数百个机库里，对手的卫星无法判断哪一架飞机装的是担架，哪一架装的是弹药，哪一架装的是特种部队。这种多功能合一的特性模糊了救援与进攻的界限。对于任何想要挑战美军利益的势力来说，他们面对的不再是功能单一的机群，而是一群随时可以改变战场属性的变形金刚。这种全球范围内的部署本质上是美军在用速度换取规模。美军不需要在每一个据点都堆满坦克和大炮，只要手里握着几十架 MV75， 他们就能实现一触预警，全球响应。这种对全球地缘掌控力的跃升，则是夏言带给美军霸权最硬的一份保险。但是目前，美军内部对这款具备重大战略意义的飞机有着不同的声音。一个最核心的质疑只有一个：夏言目前所展现出的所有跨时代性能，是否仅仅存在于那架投标用的验证机上？目前 MV75 的进度正处于原型机制造与地面测试阶段，而目前正在面临几个风险和难点。首先是那2个转轴箱。MV75 之所以能实现转轴不转舱，全靠内部一套极其复杂的动力分配机构。这套机构要求齿轮的加工精度达到微米级，且必须承受长时间高旋转下的剧烈磨损。目前负责传动系统的分包商已经多次传出成品率极低的消息。如果无法在工业化生产中保证每一个齿轮的耐用性，那么所谓的高速巡航就只是一场随时可能在空中解体的事故。这种精密的机械零件到底该如何从实验室走向每天产能3架的流水线，至今还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其次是它的全复合材料机体，为了减重以换取航程，夏言大量采用了碳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这在实验室里表现完美。但在大批量生产时，如何保证每一架飞机的外壳在高温高盐环境下都不出现层间剥离？尽管贝尔和美军已经解决了基础的自动化的生产问题，但制成大规模列装的良率和成本控制依旧是行业内公认的难点。当然，研发工程师并不是在坐以待毙，他们也在尝试通过各种方法的方式解决这些难题。目前最核心的补救措施是全数字化孪生工厂。美军正试图在每一架夏言开工前，先在超级计算机里模拟出它完整的生产流程和未来的损耗路径。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在零件还没生产出来之前，就预判掉所有的公差错误。所以实现 MV75 的完全量产显然不是那么轻松。但好在美军最擅长的就是解决难题。在今年年底，第一架原型机应该就可以正常交付，预计2030年前后，101空降师就能坐上最新的夏言奔赴战场。好了，关于 MV75 的故事，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别忘了点赞关注，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各位观众觉得这款飞机怎么样呢？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T 恤，不仅超有态度，还堪称性价比之王。首先，它超级轻，拿在手上轻飘飘，穿上身更是零负担，舒服到让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剧透气，就像会呼吸一样，就算在外面跑1天，也能保持干爽，彻底告别黏腻感。最关键的是，价格真的让我惊掉下巴，仅需很少的钱，你就能拥有这份清爽。质量和舒适度绝对远超这个价位，闭着眼入都不亏，多买几件换着穿也毫无压力。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这种宝藏 T 恤手慢无，赶紧去抢。